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來關心的大主題是有關於美伊戰事的美軍傷亡，現在暴增了，一口氣達到超過1個月的時間就達到了115人，現在統計是18死757傷，全面的爆出來了這個數字哦。那麼現在呢，因為美軍的基地已經被打到，想要後撤了。所以呢，川普也祭出了其他的招數，也就是使用所謂的經濟牌，這個叫做經濟 D-Day， 並且還需要中國大陸的幫忙，怎麼一回事呢？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請先幫我們節目按讚，並且留言區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如果可以的話，歡迎觀眾朋友按下熱推鍵，或者是在留言區你也可以寫下熱推。再次的提醒觀眾朋友，環球大戰線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大家趕快去環球大戰線的主頻按下加入，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戰友了。今天有關於美伊戰事，我們要趕快來看到，尤其是有關於這一場戰事，美軍的傷亡賬本，現在說越藏不住了嗎？五角大廈現在有一個最新的資料顯示，美伊戰爭從當時開戰的2月28號打到現在最新的傷亡數字出來是18人死亡，757人受傷。注意了這個數字哦，其實呢，我們現在看起來它是一批一批的不斷的上升的，而這一次呢，五角大廈一口氣新增的受傷的人數是50個人，等於說短短的1個月，一口氣暴增了大約是115個人受傷，這是突然間一次性的爆出來的一個數字。而且有關於傷亡數字，其實一直都爭議不斷，因為我們還記得嗎？當時在7月份的時候，五角大廈突然間把4名的死亡的官兵從當時的這個統計數字當中給移除哦，那麼還有數十名的傷兵也跟着消失，把它列為在海外行動，也就是另增了一個欄位，讓它不會看起來數字這麼的難看。外界質疑官方統計到底完不完整，所以說也就是因為此哦，大家也在看說，新增的這個數字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還是根本就不只是這樣的一個數字。CNN 也特別指出了，美軍傷亡往往都不是在第一個時間公布，而是分批來進行。7月份，這個美方也承認了，伊朗的新一波攻擊造成100人受傷，但是這個時候的數十人的數字沒有被列入考量當中，所以這個到底757人是不是最後的數字呢？大家也在質疑哦。尤其伊朗的攻擊範圍，我們這幾天報了非常多，不斷的擴大到了波灣許多個地區的國家，橫跨像是巴林、伊拉克，甚至是以色列、約旦、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等等。傷亡數字持續的增加，有關於這些數字有沒有可能是美軍要刻意淡化有關於戰爭的這個數字？請教漢廷怎麼看？7月26號，美國國防部呢在國防傷亡分析系統的網站添加了一個網頁，叫做海外行動傷亡數字，把7月7號以來新一輪的傷亡名單單獨列出，不計入以前史詩怒火行動。就如果我們只看史詩怒火的那一欄，傷亡數看起來沒那麼多。而且呢，在美國傷亡分析系統啊，曾經有4名死亡人員和數十名的受傷人員從統計中消失後又恢復。那五角大廈解釋是臨時的數據中斷。那也因此，媒體和議員都質疑，是不是你要掩蓋一些傷亡？而且後來呢，美國的中央司令部他也不再向媒體記者提供美軍傷亡的最新情況了啊。那官方說這是為了安全需要，所以外界是沒有辦法實時追蹤，只能夠等待批量的更新。所以757是最終的數字嗎？大概不是，真實的傷亡人數根據 CNN 還有呢 Intercept 的估算，估計已經超過900多人。那因為伊朗的打擊也非常廣大，美軍的傷亡分布在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約旦、科威特等一大堆的國家，所以這些廣泛的分布很可能漏報的幾率就很大。但是呢，為什麼需要去做拆表？如果我們從政治上面來分析啊，就為什麼要在7月26號拆分開來，而且就是在史詩怒火結束之後，被這個川普來這樣搞？因為我們要看時間點，5月5號，川普宣布史詩怒火行動結束了。7月7號，
但美國對伊朗發動了新一輪的打擊。到了7月26號，就新增了海外傷亡的海外行動的類別傷亡。那8月19號合併之後的數字才曝光，說，怎麼感覺人數這麼多啊？所以很簡單，就川普想要讓史詩怒火的行動啊，停在一個相對好看的數字上。當初只有14名死亡啊，400多人受傷啊。然後7月之後，新的一輪呢另起爐灶啊，叫做海外行動。那這樣大家第一眼看到史詩怒火的時候，傷亡數字啊就不會太難看啊。所以這是川普他為了選舉，然後呢去包裝整個的數量。可是如果我們純粹從戰爭的層次上來看啊，美軍如果到現在應該要講說，相較於伊朗只有700多人傷亡啊。對。伊朗在第一年3月份的時候公布了，就多少人呢？就已經有超過2萬人的1500多人的死亡，2萬人的受傷。而且當中呢，大量是平民，甚至還有数百名的兒童。也別忘了，就從一開始最早的時候是打擊到了女子學校，是在上課時段有165名學校的孩童直接罹難身亡。那也才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怎麼你美國、以色列打擊伊朗，那不是去打擊軍事目的，不是去打擊軍事設施，你是無差別轟炸，然後導致大量的無辜平民跟孩童傷亡。後續呢，又去襲擊了伊朗的什麼體育館啦，然後呢，這個運動設施啦，大量的學校、醫院、醫護人員，然後大量死亡，300萬人流離失所，50萬人無家可歸。這還是伊朗在今年3月份的統計，而後續更新的呢，肯定死傷更加的慘重。所以如果我们要說，哎呀，你看這個美國死傷了好多人吶，好可憐吶，但大部分他們都是軍人。可是真正伊朗被打擊到的、罹難的，那都是無辜的平民百姓。好，這場戰爭很不幸的造成美伊雙方有非常多的死傷數字。那有關於美軍的這個傷亡數字，現在有說法，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不是就是美軍特意去掩蓋這個數字的事實，不讓它一次性的披露出來呢？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來真正來關心到是有關於美軍的基地哦，因為在這場美伊戰事當中，其實美軍基地部署在那邊數十年的時間，但是在這一場戰事當中，幾乎都被無差別的攻擊到了，所以美軍也現在在計劃，是不是來自於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是不是要重新評估戰後之後呢，美軍在波斯灣的部署啊，這也會影響到的是美軍霸權在這邊的影響力。那他們現在有一些計劃，一共是3點。第一點是說，乾脆呢，美軍在波灣的軍事存在就讓它縮小好了，那也不要再按照原本規劃那樣大規模的重建，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基地直接往西移，可能移到的地點包括了以色列、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的紅海沿岸。第三個，乾脆就直接把它關閉，就是說，如果是在伊朗的射程之內的基地，乾脆就直接把它關閉好了。但是現在要注意到的事情是說，如果你是怕被伊朗攻擊的話，怕是在它的射程之內被它攻擊的話，那你就把它關閉的話，那恐怕有很大的這個問題。因為呢，其實我們看到伊朗它的遠程打擊可以到非常遠的地方，甚至在今年的7月份，約旦的空軍基地都遭到伊朗的飛彈攻擊，當時還造成3名美軍死亡跟數十人受傷這樣的一個慘劇哦。那再來就是說，要不要移開在波灣地區的美軍基地，很關鍵的原因是因為美軍在這邊控制了數十年的時間，早就建立了一張很完整的基地網。如果它離伊朗近的話，它的反應速度當然是最快的。但是如果移太近的話，我們看到如果在伊朗的附近，又會成為箭靶。現在讓美軍真的是非常的為難。酈將軍怎麼看？其實我一直觀察這次美伊的戰爭，我如果說是美國現在真的有這種規劃，準備要軍隊要選擇撤離這個波斯灣來講的話，我認為就伊朗來講，他不但獲得戰爭勝利的初期戰果，也獲得他擴張的戰果，那現在更獲得他戰略追擊的戰果都獲得了哈。因為伊朗來講，初期來講，他可能要保住他的政權，要保住他繼續能夠發展他的核武器、核設施哈，然後之後來講，美伊開戰之後，他的戰果獲得戰果就是荷姆茲海峽，他的話語權掌控在他。那現在來講的話，我講他戰略追擊的戰果就是讓美軍整個撤離波斯灣。但是你要知道，這個從歷史來看，美軍為什麼會在波斯灣？當初不就是因為美國自己的貪婪跟自己的霸權嘛？他認為說是我控制了整個波斯灣這一塊的土地。
產有非常豐富的這種油源哈，所以他必須要駐軍在這個地方，主要是掌握這個地方的油源。那你看，但是那個年代，他的武器裝備哈，確實是遠勝於中東所有的國家，甚至於那個時候他跟伊朗還有很好的交情，也就是巴勒維國王時代。可是他那時候武器跟現在武器確實有這個時空上面很大的差別。我們看一下美軍的第5艦隊司令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裡？它在巴林哈，巴林也就是整個波斯灣中間的一個島，在那個地方。他如果說海軍第5艦隊控制在這個地方，那等於說北邊啊，包括到伊朗，左邊科威特，後邊沙特，右邊來講阿聯酋，右邊來講阿聯酋哈，或者是這個阿曼來講，這些國家都是在他的武力的這種打擊的範圍之內。所以這些國家哈，講好聽一點，美軍在保護這些國家；講難聽一點，他就是我軍隊就擺在這個地方，你們必須所有人都要聽我話，就像一個流氓啊，住在你家客廳裡面哈，那就住在你家客廳裡面啊，包括你的臥室、你的廚房什麼東西來講，你都必須要聽他的，不然的話，你聽他的，他說我保護你；你不聽他的，他就打你。但是沒想到這場戰爭，因為武器裝備的射程的遠大哈，包括到伊朗這次我們看到他用的導彈或者是無人機，射程動輒這個遠的話到1-2千公里，無人機打擊的範圍也400-500公里，幾乎美軍在這個地方所有的基地都是在伊朗的打擊範圍之內。但你說，尤其是現在來講，我們看到美軍在波安啊，不管是巴林或科威特，或者是卡達哈，這些美軍基地都遭受到攻擊。可見得你將這些基地部署在這邊，已經不符合當年的武器的這種效能了。以前是可以，但是不代表以後都可以。現在來講，很明顯是不可以。那美軍現在選出這種選項，要撤離波斯灣，我覺得當然，就這個伊朗來講的話，它達到它戰略追擊的目標。大家不要忘了，伊朗戰略追擊目標就是叫美軍整個退出波斯灣。那是不是他已經達到這個目的了？第二個。可以很明顯看出來，如果美軍選擇退出波斯灣之後，那美軍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將會大幅的減弱。那試問一下，誰的勢力會進入波斯灣？那之後不就是中國大陸或者是俄羅斯的勢力就會填補美軍離開以後這個勢力範圍？所以我覺得川普來講的話，這次不只是軍事上輸了哈，地緣戰略上面也是大輸特輸。好，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其實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對於川普來說，軍事的成本現在在波灣地區，在這個地區呢，已經他的這個軍事牌的成本已經越打越高了。那怎麼辦呢？所以要想其他的辦法來制止伊朗。所以現在最新打的牌就是經濟牌了。但他們也祭出了這個經濟牌的名稱，就叫做 D-Day， 要來對伊朗實施全面的這個經濟上面的制裁。貝森特財長是這樣放話的，他說這是史上最嚴厲的一個伊朗的針對伊朗的制裁，這樣可以降低美軍用這個大規模的兵力的一個必要性。那他也點明了說，2個國家你今天必須要配合我們美國來針對伊朗做經濟上面的制裁。但重點是這些國家會不會聽他的呢？好，我們先來看到被美國點名的第一個國家就是中國大陸，第2個國家就是阿聯了。好，為什麼第一個點名中國呢？因為呢，美國認為中國一直跟伊朗買石油，而且比重超過了它的出口的80%。只要北京不配合，美國就很難真正掐斷伊朗它的石油經濟命脈。但是中國也反駁了，他認為說他不接受靠制裁來解決所謂的伊朗問題。中國認為這根本就不是重點。這是針對第一個國家中國，第2個國家就是阿曼了。美國是這樣認為的，他說雖然阿曼有停止宣布跟伊朗有做金融上面的往來，但是呢，杜拜這幾十年來還是伊朗重要的貿易跟轉口外匯的中心，一口氣要拔掉這些累積幾十年背後的公司跟商人金融網絡，根本就沒有這麼容易。我們看到這2個國家沒有完全配合就算了，現在呢，就是因為經濟上的制裁已經嚴重影響到美國的國內的這個通膨，尤其是在石油的部分哦。我們先來看到最新的布蘭特原油，現在價格衝破了$93，近1個月的新高。而且伊朗還放話，他說接下來會針對於荷姆茲海峽周遭的海灣石油出口設施在進行攻擊哦，可能還會再把油價推高。第2個就是我們討論到的柴油鏈解價了，現在直接飆破了每桶$100，這對於接下來川普11月份的期中選舉來說，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利。幹哥怎麼看？川普他已經沒有招可以用了，所以
經濟版的諾曼底登陸，要開始了。財政部長貝森特說，下禮拜一我就會公布實際的這個制裁的這個詳細的手段。我聽了半天，我覺得啊，諾曼底登陸啊 ，D-Day 啊，嚇死了！為什麼？因為 D-Day 就代表說什麼？就代表說那個是絕對是全面大規模的報復行動。代表1944年6月6號的那次諾曼底登陸又要再次重現了嗎？啊，不是，我現在是展現在經濟的手段上，而且我跟你講，會做得非常徹底，讓伊朗哇哇叫到舉這個白旗投降。覺得這個可能性真的是不高。為什麼？經濟制裁對於伊朗這樣的文明古國而言，其實我說句實在話，它雖然說它現在已經非常的現代化，但是伊朗的經濟體不是像我們一般西方民主國家用那樣子的 financial 的那樣子的量化可以去判斷出來說，如果它遭受到巨大的經濟制裁，因為要知道伊朗遭受經濟制裁已經超過10年以上，被美國制裁已經這麼久了。你說他的這個國家有因為這樣而頹圮而傾倒嗎？並沒有。那當然，他最近在這個波斯灣的戰爭上面，荷姆茲海峽啊，油輪不能進不能出，對自己本身也有影響。可是伊朗仍然能夠靠出售石油得到什麼？得到他國家的外匯收入，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這個酋長國，所以伊朗在那個杜拜設置了非常多空投公司，空殼公司。其實說白了，這些公司就是 IRGC 設立的，就是革命衛隊設立的，這些公司設立，它就是伊朗在針對國外的石油利益的收購以及換匯的這個利益上，都是由這些空投公司所收進來的。所以其實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對他來講的話，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杜拜始終是伊朗的一個什麼？伊朗它可以化身躲在那個杜拜後面啊，就德黑蘭躲在杜拜後面，它還是能夠取得外匯。其實這個非常重要，就是說外匯就是美金。如果沒有美金的話，伊朗它很難支撐它國家的經濟啊。以前我們台灣有一句這個有首歌叫“沒有台幣沒關係啊，美金也可以啊。如果台幣跟美金都沒有，那王八烏龜才會愛你啊。”所以我可以告訴你，這一首歌的意思是告訴你說，杜拜它仍然需要伊朗在這邊設置的這些空投公司。為什麼？那也是外匯收入的一種。而且最重要的是，阿聯在南岸，伊朗在北岸，中間就是荷姆茲海峽。他們兩個是，就是說隔着海峽相望的鄰國。你跟你的鄰國完全翻臉的話，對你絕對不是好事。對，所以阿聯他現在不太敢完全翻臉。可是美國又要後面推他說，告訴你哦，連坐法準備。如果你再資助伊朗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連你我都要懲罰。那阿聯就非常為難啊，對不對？他能夠怎麼樣呢？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兩邊他都必須要須臾尾舌，他既要維持當地的那個安全，可是伊朗這個時候他也發出了，他18號他竟然發了2枚彈道飛彈打到了阿聯的國境裡面，就告訴你說，如果你再聽美國的，我就要有適當的報復。所以其實老實講，美國、伊朗跟阿聯3國都在尋求一個平衡點。但是如果美國真的要祭出這個超級報復手段的話，那阿聯是不是要完全聽美國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就算阿聯聽了美國的，不再資助伊朗或幫伊朗轉匯美元，那伊朗就會因此而倒下來嗎？我看也未必。因為為什麼？中國的態度最重要。如果中國還是支持伊朗的話，美國這一招也是沒有用的。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
好，來關心日本的經濟狀況，現在加薪也追不上通膨了。日本人是窮到都不敢花錢了，尤其是在日本現在社會內部最新就是它的消費萎縮，而且呢進出口是連3個月都是呈現貿易赤字的。原油更是誇張了，現在說呢進口原油的成本一口氣暴增了將近是90%，達到88%。高市經濟學再挖5兆的財政大洞，今天我們會做深度剖析，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互動。如果您認為說日債日元危險了，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不會的，政府還是會持續的救市，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互動。好，先來關心日本有關於它的民生消費的部分，因為有一個最新的經濟數據，就是第2季的實質GDP 了，季增幅現在落在0.3%。如果呢，我把它算成是年化的成長率的話，預估就是1.1%。好，這個數字是什麼意思？其實它還是一個不好的數字的，因為原本市場預期的數字是可以達到2%而已，它現在其實只有1半哦。而且具體數據也顯示，第2季有關於日本的民間消費，現在還是仍然呈現持續的下滑。原因是什麼呢？因為现在日本人根本就不花錢。他們雖然說在這幾年薪資上有微幅的調整，有一些的上漲，但是錢感覺要買東西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值錢了。而追究真正的原因，就是因為日幣貶值跟剛剛我們提到的能源價格持續上漲，也會導致一般的民間生活消費成本狂飆，這當中涉及到我們常常用的東西，像是食品、電價、汽油、保險、社會保障的負擔都會增加。而且注意到了，接下來可能日本的央行為了要救日元會升息呀，如果升息的話，就會導致房貸跟利率持續的往上漲。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呢？有關於民生消費的部分，我們來看到實際的數據，7月份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呢，已經大漲了將近30%，生產者物價的價格年增幅7%，尤其是服務業啊，現在呢調漲它的售價，你要去吃東西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民生消費，這個一直不斷的漲價，創下了12年來最快的一個速度。現在超過95%的民眾都認為說物價顯著的上漲，60%的人認為說，經濟還是會持續的惡化。50%的人認為說1年之後一定還會更糟。好，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庭怎麼看？剛剛說了嘛，日本近幾年雖然有一些微幅的調薪，但是大家還是感覺說這個錢越來越不值錢了，尤其是追不上現在非常嚴重的通膨問題嘛。漢庭怎麼看？沒錯，日本現在雖然加薪是真的，但是不敢花錢也是真的，因為加薪跑輸了通貨膨脹。我們先實際看數字，在2026年日本春天最後的一個勞資談判，平均加薪5.01%啊，這是非常高的。那基本上工資加薪率3.5%，這是1989年以來啊日本非常罕見的。可是第2季度的民間消費呢，這邊的數據都是在持續下滑當中啊。為什麼呢？當然就是因為物價端漲得更兇。我們實際看為什麼加薪會更窮，實際上是有幾個原因把多出來的錢都漏掉了。第一個，名義上漲了5%，但實際上呢，你的社保費率啦，然後或者你的年金、保險啊，各種的費用合計也上調了0.8個百分點，所以實際上到手的薪資增幅大概只有1.8%到2% 之間。而且第二個是乍看之下很多，但是中小企業員工都被平均掉了。日本70%的勞動力都在中小企業就業，但他們的加薪呢是員工100到500人的中型企業加薪3.1%，100人以下的小企業加薪2.3%。所以我們說加5%它是一個平均值。但是70%的日本打工人的真實加薪根本是遠低於這個數。再來第3，就是實際的工資呢，連續25個月也是同比下降。我們大家都知道嘛，就名目薪資跟實質薪資來看，其實它也是下降的。所以全國名義的工資雖然是漲了，但是因為 CPI 同時也在漲，所以換算下來，你的實質薪資呢還是在降的。再來最後一個原因就是日元的貶值，那再加上能源飆漲啊，對，所以這邊的數字都非常清楚。那日元貶值理論上應該是要利好出口啊，可是這一次的日元貶值卻割向的是普通人，因為我們任何進口的食品啊、能源啊、原材料啊，全部都漲價，但是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又非常的低，能源又100%幾乎都仰賴進口，所以這讓所有的實質購買力對普通家庭來說是下跌的。我覺得目前真的是很多經濟學家很努力的在想辦法，
但最後一定都是要政治力，因為不論經濟上做哪一個動作都沒有辦法來完整的解決，也就是我们這邊說到的不可能三角。好，那剛剛特別提到了嘛，有關於這個有加薪，但是幅度一些，但是民生消費這個通膨影響哦，讓他們的民生消費成本越來越大。那當中我們也要來看到這個消費成本非常大的一環，就是有關於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能源價格的部分。進口能源哦，現在一口氣竟然是暴增了將近是88%，這對於民眾來說真的壓力非常的大。那我們先來看到有關於貿易的數據哦，其實現在日本是呈現貿易赤字的，儘管我們看到它在7月份的出口表現好像數字上看起來很亮眼，整體來看這出口年增幅23%，對美國跟中國也有大約是2成多的一個增幅，但是貿易赤字現在是6345億的日元，連3個月都是呈現貿易赤字的。幹哥怎麼看有關於原油價格接下來對於一般的民生消費有怎麼樣的影響？對，我們常常講利好就是出口，利空就是進口，對不對？照理講的話，你現在出口成長啊，那你為什麼好像老百姓都沒有感覺到了？對，我跟你講，老百姓都沒有感覺到，真的。日本第2季的 GDP 啊，它成長0.3%啊，但是絕大部分的日本國民沒有這種感覺，他們會覺得說，什麼東西一直在漲啊？不是你們這些企業，那個株式會這些執行長都應該要出來道歉啊，為什麼還在漲呢？那漲價的結果怎麼辦？其實老師講一句，我們上次說過，只要漲價，那企業就能夠獲利。企業一獲利，會發給員工更多的這個，就是說，比如說加薪呢，因為日本很久沒有加薪了，最近這幾年終於有加薪，這是好事。有了加薪以後，才會刺激消費力，對不對？現在不是加了薪也不會刺激消費能力，為什麼？因為大家都覺得說，不行。他們的最大的口號是什麼？大阪的這些主婦，他們的口號是說，要省一點吶、啊。然後逢人又看到另外一個人又跟你講說，要省一點吶、啊。為什麼？我跟你講，我們現在哈，如果說我們到賣場去的話，通常的話，他們這個比如說1個禮拜，他們要買哈，就是假設是說是$500的那個牛肉的話，那他可能會改成怎麼這樣做？你知道？就是改成說1個禮拜我只吃$300的牛肉，那我們一口之家大概4口吧，300塊大概1個禮拜也可以吃飽吧。以前500塊吃的比較好，現在我們可以只吃300塊。其實大部分的4口之家或3口之家的家庭，他們的想法都是這樣。然後最好笑的就是说，現在網絡上他們流傳的是一個主婦跟另外一個主婦說，那個保鮮膜啊，用過以後，昨天用的，那今天這個已經吃完了，保鮮膜不要丟，要幹嘛？洗乾淨了還可以再用。你有聽說過這種事情嗎？保鮮膜有再利用、再回收的嗎？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叫什麼有機細菌是最多在保鮮膜上面，從來沒有聽說過保鮮膜可以再度使用。日本主婦現在說不要丟，洗乾淨、曬乾之後還可以再拿來用。這些有機細菌能不能殺光我不知道。對，但是你可以知道說，日本人他們以前就說這可能是從2次大戰以來哦，你說照理講，80年過去了，日本不應該還有這樣子的消費或生活習慣。但他們現在已經趨向於說，明明是可以再用的東西，我們就把它省下來再用。你會想到這是為什麼造成？這就是因為經濟壓力而造成的。在經濟壓力的造成之中，進口的石油在中東方面，因為荷姆茲海峽現在還是不通，減少進口32%。照理講的話，你是不是可以就說進口的部分少買很多？那我們現在應該可以省下很多錢，對不對？錯了。你知道為什麼日本它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能源危機嗎？跟美國這3個月來多買了9倍，天哪！然後反而把那個進口的利多又再蓋過去了，你知道？所以坦白講一句，根本就是一來一往，日本完全沒有得到好處。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日本的不要說年輕人啊，老年人也是一樣，他們都覺得說要省錢，要省錢，要省錢，一直要省錢，因為日本在 AI 獲利，但是他只是賣鏟子的人，他不是真正拿鏟子的人，不像中國，不像台灣，他是拿着鏟子，日本是賣鏟子的，所以到現在為止，你說日本他這個經濟狀況，每況愈下，我覺得高市早苗根本就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
而且他應該馬上就要受到國會嚴厲的監督，他的去留現在我覺得已經是指日可待了。好，所以我們一邊是看到這個消費的成本，還有能源的價格都在持續的上漲哦。那現在其實只是夏天而已，現在市場估算說日本人最大的壓力還不會只是現在而已，因為現在也做了一個市場預估，即將接下來進入到秋天，日本的通膨狀況會變得更加的嚴重。那現在預估它的通膨率大約是落在秋天的時候大約會落在2%以上，甚至他說明年2027年這個通膨率就會超過3%了。這個時候怎麼辦呢？所以高市早苗只好開始想辦法來救現在的物價。所以他說呢，要推出這個食品消費稅，從目前的1%一口氣降到1%，然後還會搭配其他的補貼，希望把食品的稅負降到0。那這個政策當然呢，也引發自民黨內部開始對於減稅的質疑。原因是什麼呢？自民黨是這樣說的：如果高市早苗你這時候敢減稅，1年就會少掉大約5兆日元的收入。那你現在日債已經這麼的嚴重了，超過 GDP 的260%了。你還敢在這個時候做降稅嗎？而且不要忘了你現在還要增加在國防上面的支出，還有人口老化、社會保障的支出等等。現在高市早苗碰到的3個最大的矛盾，我們也看到 CG 上面有寫，包括了要不要降稅、要不要救這個出口，還有要不要升息等等，都會有各種的矛盾。酈將軍怎麼看？我們經常講一句話哈，這個7年之病難求3年之艾哈，也就是你這個病如果拖很久的話，你很難用一帖藥劑就讓這個病好。那更何況，我覺得日本的經濟已經最少是30年的常年的積科哈，所以說你很難用一帖藥就將它治好。那就算是高市早苗他在使盡諸般手段，我覺得也很難救日本的經濟哈。那首先我們看日本它本身就是一個島國嘛。它所有的能源都必須要從外面進來，也因此，如果說是它日幣來講持續貶值來講的話，那你要買外國的石油，你必須要有能源，你就要從國外進口石油，從國外進口石油，你就要拿日幣去買美元，然後拿美元才能夠去買石油。那如果你日幣持續走弱的話，當然你通膨就會增加，通膨會增加的話，那當然會造成老百姓的負擔，所以日本現在我們經常講一句話，就是薪水永遠追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就是足以描寫現在日本人的情形。那他們現在來講的話，消費緊縮到什麼程度呢？消費緊縮到連這個吃一碗拉麵或吃個飯都成很大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呢？這又要講到日本它的食物，我們都一直認為說日本它吃米的自己也會這個捕魚，海島國家，但是你很難想象到日本很多的糧食，它幾乎是靠自己能夠生產的不到30%，它很多的糧食包括麥呀這些東西都必須要從國外進口。那你想想看，那是不是雪上加霜哈？糧食要從國外進口，能源也要從國外進口。那在這種狀況之下，它的日幣就勢必是更加的貶值。所以那老百姓買不起的話，那高市早苗他就想到一個方法，我降食品稅哈，我這個只從8%降到1%，然後就不要徵那麼高的稅務，讓食物可以變得更便宜。那問題又來了，你如果說將食品稅降稅來講的話，你國庫就會減少。但你現在你的日本的國債，當然它的國債不是跟國外借的，它大部分都是國內債比較多，可是也高達GDP 的260%，也是很高的國債。那你現在如果說是減少自己的這種稅收來講的話，那一定會推升你自己的債務的增加哈。那你推升你的債務增加的話，你就更不敢加息哈。你如果說是加息來講的話，你這個光这個每個月每年付這個利息錢就你國庫增加負擔會更重。所以我覺得日本來講，那更糟糕的一件事情，高市早苗現在還居然想擴軍，增加各種軍備。那你這個連老百姓都餵不飽了，你把這些東西拿去買武器裝備，是不是更增加自己國內的債務的負擔哈？所以我覺得這個高市早苗應該是回歸到他們自己的這個正本來講的話哈，你不要提高國防預算，然後先把民生照顧好才是正途。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接下來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痛打巴拿馬，尤其現在這個巴拿馬可以說是禍不單行哦。內部它現在要面臨到是聖嬰現象導致的乾旱，所以再次的限航。外部現在長江和記正式的對巴拿馬這邊提出了索賠，達到了15億美元的金額。另外，光是上半年642艘船出逃，巴拿馬航運再現危機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如果您認為確實是這樣，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不會，還有美國罩着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互動。巴拿馬來看是不是踢到鐵板了呢？因為原本巴拿馬政府打算要撤掉這個長江和記在巴拿馬2個港口的經營權，想要降低大陸的影響力，沒想到巴拿馬現在面臨的壓力可大了，包括來自於中國的反制、長江和記的求償、運河的乾旱跟航運的震撼4重壓力哦。好，來看到最新消息，巴拿馬運河管理局最新宣布，今年呢主要就是受到聖嬰現象的影響，所以可以看到降雨量明顯的減少，降雨量影響的話，就會影響到整體的流域的入水量了。現在說呢，大減了4成，所以怎麼辦呢？他們決定從9月份開始，每日的通行量降到34艘，15號再降到32艘哦，要開始做限航了。另一頭，禍不單行的事情是中國大陸對於巴拿馬的報復行動開始要做強化了，開始強化對於巴拿馬船舶的檢查，所以光是今年上半年這邊的一個數據顯示，已經有600多艘船脫離巴拿馬籍了，不願意再拿巴拿馬籍的國旗掛在他們的船只上。另外還有400多艘巴拿馬籍的船舶遭到中國檢查，並且就把它扣押了。對於巴拿馬來說，更大的壓力是來自於長江和記對他提起了國際的仲裁，也就是因為這2個港口，他要求說要彌補的償還的金額達到了15億美元。要知道，其實上次呢，巴拿馬下面的港口公司才提起了仲裁，當時要求的金額達到了20億美元的一個賠償。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立將軍怎麼看巴拿馬這個時候呢撤了長江和記的五權哦，那中國大陸現在全力的反擊，已經造成光是上半年600多艘船出逃，400多艘遭到查扣，而且現在又碰到聖嬰現象，運價暴漲，因為中東航運哦現在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運價暴漲。巴拿馬是不是面臨航運收入兩頭燒？我覺得巴拿馬這活該了。他們當初這個被美國川普的壓力之下美國川普一直要拿下巴拿馬運河嘛。他們自己本身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也沒有經過各項利害的這種推演就直接由法院裁定，直接由政府就扣押了巴拿馬和兩端的這種港口的營運權包括巴爾博亞港跟克里斯托瓦爾港這2個港口營運權那將長河這個中國的這種香港的長河集團將它趕出去。那當然你講就你要評估到。其實第一個就是中國報復的力道是絕對不弱的。我們知道巴拿馬這個國家都是靠很多國家的貨輪掛他們國家的國旗，借此來增加它的稅收那如果說這些國家不掛巴拿馬的這種船籍來講的話，那對國家在這方面來講，營運當然稅收會減少很多。那這是中國第一招就是你所有只要是掛着巴拿馬運河巴拿馬國家國籍的船只，到了我中國來之後，我就會詳加檢查當然，中國檢查也不是沒有道理，它有它的法源的根據，它依據法律來這個實施檢查扣押。你知道，當一條船被扣押的話，一天光美軍就會損失將近1.8萬而且中國扣押，我要檢查來講的話，包括可能你船只的安全，你人員的安全他叫你開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這一拖給你拖1個禮拜，你看你營運就少多少。對，所以很多船籍，很多這個船東來講，他就不將他的船寄籍在巴拿馬那對巴拿馬影響當然很大。你看看整個來講，
這個總共有今天來講已經有642艘的船舶已經脫離巴拿馬堤了哈。那第二個，我們看到其實巴拿馬運河，我們都不要以為說是這個運河是把大西洋跟這個太平洋兩端挖通，讓海水可以貫通的，不是，它是這個借着裡面的湖水哈，這個湖水來講的話，它船只跟坐升降機一樣，一站一站過去，再一站一站放下來哈，所以中間是必須要靠湖水是淡水的，不是整條運河是靠把大西洋跟太平洋挖通，不是這樣。那剛好今年又碰到強烈的聲音現象，那湖水的水減少，湖水減少，這個船只就沒辦法灌到它的水閘裡面，沒有辦法灌到船閘裡面，船就沒辦法做升降所以它必須要減少它的運量，這是對它來講是第二個損失。那第三個來講的話，當然中國有很多的這種相對的政策，譬如說是中國的這個中遠洋來講的話，他就要求他的船運公司不要到巴拿馬去，那當然就減少巴拿馬對於港口營運的營收。當然最後長和自己本身來講也提出相關的刑事訴訟，跟巴拿馬政府求償15億美元。那你要知道，光巴拿馬這條運河每年光營運的營收大概也就是30億美元。那如果說敗訴的話，等於有一半的錢要拿去賠半年營運的錢都要去賠長和集團。對他來講是得不償失的。所以巴拿馬當初在做這個決定之前，真的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好，所以我們看到將軍也特別提到了嘛，因為這個長和現在求償30億美元，等於它營收的一半，一部分是如果告成的話，確實巴拿馬就是要付出這個經濟上面的代價，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他們現在非常擔心的事情是，當初他們硬要拿這個長和下面的這2個港口貨櫃碼頭，結果現在呢，這2個碼頭找不到接手的人。這2個碼頭包括了第一個是巴爾博亞港，第二個是克里斯托瓦爾港，現在要開始招商，但是國際業者怎麼敢去下標呢？因為他們都知道這背後有中美之間的角力，誰都不想要扯入這個當中的這個政治問題那漢庭又怎麼看這2個問題？巴拿馬活該這當初呢強行接管真的是土匪行徑。在今年1月29號，巴拿馬最高法院直接就裁定，你這個港口違憲，而且不得上訴。而且整個過程沒有提前的通知，也沒有協商，沒有緩衝的交接，所有員工是被迫指定的當場離開崗位，然後沒收他的全部資產，什麼起重機、車輛、電腦系統，全部都被控制。長和在2021年的時候是合法合規續約25年本來是可以到2046年的，結果巴拿馬突然說他違憲，然後呢，整個還有20多年的合約直接作廢，也不賠錢。那現在呢，巴拿馬就交給了2家公司，但這2家公司期限最長18個月，而這2家公司都說，我們只做臨時的，長期也不考慮。為什麼？因為誰接盤，誰就要面對非常長時間的法律追償，還有大陸的外交壓力，再加上全球航運網絡的重新評估嘛，沒有人敢接。第一個就法律風險，長和的仲裁還沒結束這35億的美元索賠正在進行當中。如果巴拿馬敗訴，那新的營運商的合法經營權也有問題。對，所以誰願意拿真金白銀幾十億去投資一個權屬有爭議的港口，對吧？大家又不是白痴。那在第二個就是政治風險因為這2個港口本身它就是巴拿馬太平洋側和大西洋側的2側出入口，是很重要的地緣戰略的資產。所以巴拿馬強行接管之後，那大陸當然是表達了嚴正的立場。那也因此，誰在這個事情上你去接盤，那也是冒着得罪大陸的風險，而且你就等於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你選美國，那大陸就不高興；你選大陸，那美國也不高興。不如幹嘛呢？不要接干嘛做這個生意呢？而且第三就是當下的商業風險整個全球航運的網絡已經開始逐漸繞開了巴拿馬。目前大家經商商船呢掛旗都不是掛自己本國的旗，都是掛什麼？就是掛叫方便旗。比如說，因為巴拿馬它的註冊費比較低，所以呢我就掛巴拿馬的旗大家做生意比較方便。那巴拿馬也因此長期就是靠這個註冊費來收入你就拿着我的旗然後世界上做生意。但現在呢，因為中國大陸開始針對誰拿巴拿馬的旗，我就查誰，所以大家就不掛巴拿馬的旗反正我掛別的國家的旗，手續費更便宜那我為什麼一定要掛巴拿馬的旗？那當然就等於巴拿馬它的收入大減。同時呢，又因為天災就因為這個
降雨量的關係，它的收入也大減，所以巴拿馬現在當然是受到了打擊。好，我們剛剛聊的就是中國大陸的制裁報復之下，對於巴拿馬的船籍還有它的港口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影響。但是我們如果把眼光再往更大的一個方向去看，其實不僅僅是對這兩項造成影響而已，現在影響的包括巴拿馬整體的航運，還有它的物流產業，甚至是它的國際港口地位都受到嚴重的衝擊。因為巴拿馬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船舶註冊中心之一，但是我們剛剛講了嘛，看庭也提到了，現在有很多的船商他們決定跳團級，損失的不只是註冊費而已，是整套的航運、保險、金融相關的港口服務的產業鏈。再來，我們剛剛也說了，對於巴拿馬作為國際的重要港口地位也有影響，是因為中國遠洋集團停止部分的貨物輸往當地的巴爾博亞港，進一步衝擊巴拿馬港口跟它的轉運地位。幹哥怎麼看？接下來對於整體巴拿馬的國際地位有什麼樣的影響？好，中國遠洋海運集团啊，他們現在哈，我說我不送過去了啦，啊，我們也不必跟你一定要跟巴拿馬做生意，对不对？坦白講一句，中國遠洋海運集团，他們最主要每年的這些航運，他那個航次，他都是從遠東把貨物送到美東去的，也就是遠東跟美洲之間最重要的航運路線是這個中國海運集團。那如果現在他說好了，那巴拿馬你現在對不对？對我們長和實業這樣子的話，那我們最大的航運公司也不送東西過去了，損失的是誰？你慢慢你就會知道。而且美國駐聯合國的海事代表Stevens 他就說，我跟你講啊，中國現在對巴拿馬的懲罰啊，快速有效，很快我們就可以看到巴拿馬的國內反對的聲浪。你看，他駐聯合國的代表都已經這樣子講了，對，但是他只敢在聯合國講，他回到美國他不敢講，為什麼？他回到美國看到川普他就閉嘴，為什麼？他不敢在總統面前講，因為巴拿馬今天會做出這些荒謬的決定，都是川普給施壓的。巴拿馬最高法院為什麼敢下這樣子的判決說，長和實業你們兩邊的港口通通把權力交還回來，還給我們巴拿馬政府？他怎麼敢這樣判？就是川普啊！如果不是川普，他們怎麼敢這樣說呢？然後你知道現在我跟你講，中國現在最厲害的是什麼？光是5月就扣了就扣了400多艘船，巴拿馬的船。所謂巴拿馬的權宜輪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他現在掛着巴拿馬的旗，對不對？華蓋在很小的時候第一次聽到懸掛賴比瑞亞國旗的貨輪，那時候是50年前的往事。我說奇怪了，為什麼會有人去掛賴比瑞亞的旗呢？賴比瑞亞是非洲一個小國，對，他半世紀前他就已經知道要做這個生意了，你知道？然後呢，第二個跟進的就是巴拿馬。巴拿馬在差不多40年前就說，我開放，任何國家要來註冊的話，我都不檢查的。其實當然有一些很簡單的檢查，可是你要到日本、美國去掛旗，第一個貴，第二個從頭檢查到腳。現在中國就開始做這個從頭檢查到腳了。我跟你講，你這個巴拿馬的船是不是？我告訴你，這個軌桿不對，停泊的位置不對，然後還最重要的是，巴拿馬旗幟的貨輪，到現在前半年已經占掉在中國出事的1半以上，也就是說出事10件，5件是掛巴拿馬旗的船，比如說有船員不見了，是上了岸以後就再也不回來了，不然就是什麼？不然就是突然人就在岸上不知道哪個地方就死掉了，然後遺體還送回來說這遺體怎麼辦？這樣子，他說奇怪，為什麼就你們這個國家的船一直出這種事情呢？所以說我要制裁你們。我要檢查你們，剛才酈將軍講了，停1天60萬台幣，對，停1個禮拜600萬，誰受得了啊？對，我就這樣，你要整我是吧？我回頭整你的話，我是絕對不手軟。所以 Stevens 說，我跟你講，中國這種方式很快就會收到效果，因為巴拿馬1年從權宜輪掛旗這種方式可以賺30億美金，1年就可以賺30億美金。還有很多國家你沒有聽過的，蒙古共和國也在賺這個錢，還有什麼中非共和國也在賺這個錢。所以現在巴拿馬沒這個收入以後，我告訴你，那他要回去種古柯鹼嗎？不行嘛，對不對？所以巴拿馬以前是毒品大宗出口國，現在是靠這個巴拿馬運河。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從這個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巴拿馬他如果說再這樣一意孤行下去的話，對長河實業沒有交代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受傷的絕對是巴拿馬自己本身，然後川普就在那邊旁邊隔岸觀火，因為根本不關他的事。所以我跟你講，到時候巴拿馬本身他一定要改弦易轍，不然的話，中國的制裁力道會更大，他們的損失會更多。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唐朝到底存不存在呢？今天我們的新單元要來特別聊一下史學哦，因為呢，現在呢，西方的陰謀論入侵了中國大陸。有人說呢，李白跟杜甫都應該是宋朝的人，因為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唐朝，而且呢，340萬件的文物根本不應該算數在內哦。到底怎麼一回事？今天我們來做深度的剖析。好，這個中國網絡最近出現的是這個比穿越劇還要更荒謬的一個歷史革命嗎？他們說了，唐朝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說，從隋朝到唐朝的這個後面都是虛構的。所以呢，中國在漢朝之後就直接跳入了宋朝，200多年唐朝盛世都是假的，包括了李白啊、杜甫啊，都不是唐朝的人。那所以呢，最近呢，陝西文物部門好像是接到了電話，是控告他們說根本就不存在這個所謂的唐朝，但他們最新也已經否認有這件事情了。那到底為什麼現在會有這麼多的討論？我們來看一下原因是什麼。主要先看到第一個，因為唐朝不存在的這個言論來自於一位德國的評論家，他提出的一個歷史陰謀論，也就是所謂的幻影時間假說。他當時的說法是說，西元600多到900多年的這個歷史呢，都是捏造的，所以當時就有人呢直接把中國的歷史套進了這個時間。他認為說，將近300多年的隋唐歷史也都是不存在的，這是第一個。那還有呢，有些人就會認為說，你去造一個好像是很吸睛的一個話語的話，可以吸引流量哦，或是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力，所以有這樣子獨立思考的一個能力哦，所以變成一個討論的熱度。再來就是說，這個爭議越大，當然呢，社群的留言啊，跟它的流量就會變得更大，所以也興起了非常多的討論。那這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庭，到底怎麼回事呢？唐朝不存在論現在在社群在網絡上面大量的討論哦，你怎麼看？可憐吶。現在還信這個台灣需要掃盲教育哦。先說這老外呢，他反中或對中國大陸歷史無知，我們姑且原諒。那為什麼在台灣或在大陸還是有一些人要能夠去蹭這些事情呢？我去蹭我們不管了。在台灣，因為它正好結合了一些反中人士，比如說在台有知名的兩性專家兼綠營的支持者苦苓大師，他就響應，他就說唐朝不存在，朝代也不存在。認為呢，用朝把所有歷史串聯起來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國教育啊，而且他的文章底下還有無數人追捧，認為講得好。所以我不知道台灣是不是很多年沒有落實義務教育了？真的，台灣需要掃盲教育。AI 時代如果不懂，大家可以問 AI， 對吧？你如果懶得問、懶得思考，只是盲從，這大概也是一種培養黨的信徒的黨的教育哦。首先呢，唐朝2個字不是國民黨的近代發明，從5代、宋、明、清的文獻一路都有。唐末出生的歐陽炯啊，他出生在896年，《全唐詩》裡面就收錄過他的作品，它裡面直接有一句叫“唐朝歷歷多名士”。所以唐朝結束之後，那他已經活到了宋朝，他寫的詩詞已經直接寫到了唐朝2個字。而且呢，在北宋的《太平廣記》也有一句話，以興復唐朝為名。所以唐朝結束之後，宋朝開始，許多的文獻都已經直接寫了唐朝的2字，這不可能是國民黨穿越時空然後去改寫的文獻。在明清的許多小說呢，也都有，比如說《西遊記》第7回啊，他說且待唐朝出聖僧啊，在《紅樓夢》裡面也有寫唐朝韓愈詠芭蕉詩。
到明清時期，唐朝、漢朝、宋朝這些朝代已經都是成熟的中文了。所以那些信口開河就說，哎呀，古代沒有唐朝這種說法，沒有唐朝概念的，就是不願意查資料的白痴。而且朝代這個詞更不可能是國民黨發明的啊，因為北宋的古籍也已經有了朝代這兩個字。所以如果有人硬要講啊，朝代是中華民國以後為了創造中國正統敘事而發明的，那國民黨多神呢？啊，他是要穿越到明朝，穿越到宋朝去修改歷史文獻嘛？所以簡單來說，現在這些人呢，他們為了要反中，要破除中國的概念，要破除朝代的概念，就去迎合西方這種虛假敘事，說沒有唐朝，只有唐帝國；沒有清朝，只有清帝國。那請問，如果依照你的講法，因為唐太宗自己沒有說我叫唐朝，那唐朝他自己也沒有說自己叫唐帝國啊，清朝也沒有說自己叫帝國啊，帝國也是西方的用法。那為什麼朝代你不能用，然後帝國你就要用？所以簡單來說，就這些都是一些不讀書的文盲跟白痴。好，所以現在目前呢，其實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個唐朝不存在哦。那確實有非常多的證據是顯示唐朝的存在。包括呢，我們看到的歷史書之外，還有大量有關於畫面上我們看到的唐代的墓誌啊、文物遺址，甚至是大明宮啊、大雁塔、唐18陵等等，甚至是很著名的敦煌文書等等，都有考古的證據。那還有包括在歷史上，包括了日本的遣唐使，還有新羅史料、阿拉伯、波斯商人的記錄，他們都有說過跟唐朝有對外交流的記錄，現在變成是一個短短30秒的短影音，就已經毀壞了過去所說的這些歷史考古證據嘛？那幹哥怎麼看？如果說唐朝不存在的話，我們應該去問我們的鄰國叫日本，你知道嗎？因為日本的考古學家非常重視一點，他們到現在還堅持楊貴妃沒有死，她後來東渡日本了，而且我們可以在這個日本找到楊貴妃的遺跡啊。如果說唐朝不存在，那就沒有楊貴妃，沒有楊貴妃，那日本這段歷史也是假的，日本也跟着作假，是這樣嗎？好，這個網紅叫做喬宇，他在今年4月，喬宇這個網紅我們不認識他，但我們知道他用非常短的影音，然後用非常聳動的標題，也就是一般我們所謂的標題黨就對了啦，先用標題下去了，然後馬上就吸引很多流量過來。然後他們是針對那些對現狀不滿，然後呢，認為說這些歷史都是你們上一代或前一輩的人硬加諸在我們這一代的人身上，所以說對於現狀不滿，或者是說想要違抗原來你認知的史料史實。可是我今天要這樣講，你可以去質疑很多歷史，但你不能不讀書，你不能不做學問。如果照這樣子講的話，宋朝有800年，因為喬宇的他的論點是說沒有唐朝了，光是宋朝就有800年了。那你要把趙匡胤的生辰再提高300-400年，因為宋朝是趙匡胤宋太祖趙匡胤建立起來的。那你要提出這樣的論證，你如果提不出這樣的論證，那我來告訴你好了，唐朝從618年到907年。總共289年的歷史，唐朝是推翻了誰呢？推翻了隋朝而來的隋煬帝。隋煬帝是怎麼來的？是殺了隋文帝，他爸爸他殺了爸爸叫楊堅，他自己本身叫楊廣，然後他還殺了他哥哥叫楊勇，才會有隋煬帝這個人。那你現在要推翻這一段，你要解釋隋朝是什麼？隋朝之前又是什麼？隋朝之前叫什麼？叫什麼？說出來看看。喬宇，你知道嗎？隋唐宋元明清，那在隋朝之前的話，就是南北朝、魏晉南北朝，這都是一脈相承的。如果說唐朝不存在的話，那楊貴妃也不存在武後也不存在，安史之亂也不存在。你要推翻的東西太多了，就像剛才思明講的，有唐18陵，有敦煌文書，有這麼多東西可以支撐你。你可以隨隨便便講說唐朝不存在，他有講一個，這個網紅喬宇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他說唐朝的開國皇帝叫李淵唐高祖，然後他的兒子叫唐太宗李世民，然後他們是什麼？是鲜卑人鲜卑人怎麼可能來當中國的皇帝呢？對不起，他們叫做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是什麼？
是在當時中國北方少數民族裡面的貴族，他們早就漢化了。你到底有沒有讀到這些歷史？如果你沒有讀到這些歷史的話，回去多讀書，再來講唐朝不存在。我跟你講啊，唐朝不存在這種完全是一種要點擊蹭流量的一種行為，你知道嗎？而中國現在就有很多這樣網絡上的這樣的行為。不過我也要講一個特別的，就是說像2年前華盛頓號被原子彈被這個伊朗打爛了，那也是標題黨，因為沒有這件事情。中國現在對於言論這方面啊，我覺得應該要加緊去審查。為什麼？像這樣子的悖論，這種悖論不可以再讓它存在下去。為什麼？這連自己的歷史都不承認，然後推翻自己的歷史，這個還叫中國人嗎？這還叫中華民族嗎？這是民族的敗類。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是不是越怪的流量、越怪的言論越能博取流量，甚至吸引大家的眼睛呢？因為另外一個事情吸引大家的目光呢，就是這一部奇片了，叫做《牛來》。好，《牛來》的制作呢，它很有趣哦，它的制作非常的粗糙，人物很僵硬，導演就是信宇萌一個人，他身兼編劇、配音等等多項工作，而且沒有任何的人工智慧來做輔助哦。上映9天，當時的票房是7000多元人民幣而已，全中國只有200多人購票，但是現在卻爆紅，原因是大家覺得說，它實在是太有趣了，真的能夠這麼的粗糙。酈將軍怎麼看？這部電影確實是很粗糙，而且劇情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個畫面也沒有很精緻哈。那主要是这部動畫電影主要是一對母子，你不要看它是用手畫出來的，它不是 AI 製作的。他們花了多少時間？花了5年哈。這個媽媽為了幫助她兒子1元動畫電影的夢哈，協助他做了這部電影。那這部電影這個其實劇情來講也平淡無奇了，就描寫一隻小牛哈跟着他媽媽，然後在這個遷徙的過程中做了一個夢。然後夢裡面哈，他遇到一個他的好朋友，一隻花豹哈，這個叫做豹拉哈，豹拉保護他們整個牛群遷徙的故事。後來這隻小